假如说你现在有200万的资金，你会选择投资什么呢？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就会去选择投资房子。为什么呢？无非就是房子会增值，是可以抵御通货膨胀。我们想要变得有钱，就要解决3个问题：保值、增值、抵御通货膨胀。有人说资产很重要，最好是趁年轻的时候就去买资产，比如说买房、开公司。而有些人就说现金流很重要，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建立现金流，比如说增加工资的收入，或者投资一些项目，这样才能实现财富自由。很多人就弄不明白了，虽然这2种听起来好像都可行，但毕竟自己的资源很有限啊，买了资产就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建立现金流了，而投资项目就没有资金去购入资产了呀。迫于现实必须做一个取舍，可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们又要怎么去做选择呢？所以今天的视频我们2个人就带你一起了解现金流和资产这2个概念，告诉你到底是现金流重要呢，还是资产重要？现金流和资产在本质上的区别又是什么呢？对于你来说，哪一个更适合目前的你？看完今天的影片，我相信你对资产和现金流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，而且你将会知道，原来资产居然是现金流的杀手。你好，我是建平，我是艾拉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欢迎你订阅我们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投资、财富思维，让你轻轻松松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。首先，什么是资产？资产就是所有会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源，比如说房子、土地、工厂、机器设备，这些通常都是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额才能带来明显的收益。而什么是现金流呢？现金流简单的说就是资金的流通。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可以自由进出的账户的现金额，整个企业的现金流量。而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你可以自由调动的现金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假如说你现在有200万的资金，你会选择投资什么呢？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就会去选择投资房子。为什么呢？无非就是房子会增值，是可以抵御通货膨胀。我们想要变得有钱，就要解决3个问题：保值、增值、抵御通货膨胀。而投资房子呢，它只是一个形式，并不是目的。核心目的呢，只是为了解决这3个问题。而当我们弄清楚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以后，其实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只有买房而已。因为房子虽然它是一个硬通货，可以帮助我们保值增值，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会失去建立现金流的机会。举个例子比如说建平，我是一家公司的白领，我工作了好几年，对于财富自由有很大的渴望。我听说要财富自由，那么就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资产，而房子就成为我最重要的选择。于是我看了很久，终于在几个月后看中了一个还不错的房子，并且花了自己好几年工作存下来的所有存款作为首付，买入了这套房子，开始入住到自己理想中的房子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我的朋友小李就找到我说，他自己在做一个项目，一年可以盈利50%。现在这个项目正在扩展，想要趁这个势头占领整个市场，目前需要一些资金，然后就想要找我合作。我听了也很感兴趣，可是我刚刚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的房产上面，而且每个月要还房贷，压力还很大，并且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都不会有太多的资金做投资了。对于这个项目，虽然我觉得很不错，但是我没有能力投资到这个项目里面。在这里呢，建平做的选择呢，它并没有错，并且是做一个正常人会做的选择。可是要知道，当你的房子并不能给你带来额外收入，并且每个月还会给你贷款压力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其实它就不是资产了。虽然在拥有权上，房子是属于你的，可是在本质上来说，你并不拥有它，它只是暂时让你使用，你得到的只是使用权。
而有一点最常被人忽略的就是机会成本。我看似买了一个资产，可是实际上却失去了一个建立现金流的机会。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有多少人被蒙在鼓里面，趁早建立资产或趁年轻买房，就仿佛三十而立，如果没有拥有一套房子的话，就是一个失败者。可是有些人却忘记了，这些所谓的资产并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富翁，甚至可能成为这个人在追求财富自由路上的绊脚石。所以真相就是资产是现金流的最大的杀手。这次疫情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其实现金流远远比固定资产还要重要。很多老板都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为了扩大生意规模，为了增加公司的收益，一时冲动就投资了工厂、买地、建房子，手握大量的固定资产，走的是重资产、重运营的路子。企业虽然有盈利，但开销同时也非常的巨大。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什么都好，非常赚钱。可是在经济萧条来的时候，巨大的开销往往就会把局势变得非常紧张，而一旦承受不住随之而来就是破产的风险。就像曾经作为中国4大房地产之一的恒大集团，就是因为重资产、重运营，大部分的收入都来源于重投入，结果就因为现金流枯竭，把自己给搞崩溃了。厂房、机器、土地、设备、线材，没有一项是不需要资金的。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东西，它会在关键的时刻丧失了它原有的价值。怎么说呢？打个比方，本来你手上拥有的是价值500万的资产，可是当你需要现金的时候，你急着要变卖的时候，未必就会找到买家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一间房子要脱手的时间大约是3到6个月，而如果是更贵的不动产，所需要的变现时间呢就更长了。即使是遇到有意的买家，对方也会趁机压低价格，你的这个资产瞬间就只值300-400万了。而你为了尽快解决你现金短缺的问题就只能选择贱卖出去了。所以你的资产在关键时刻要么丧失了它原有的价值，要么就是废铜烂铁，卖也卖不掉。比如你的厂房、机器和设备，在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找到有这样需求的买家，那就是一堆废铜烂铁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法拍房越来越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次疫情期间遭受到现金流的枯竭断裂，迫不得已把房子拍卖出去。所以在这个时代，重资产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就像90年代，我们的父辈可以靠房地产致富，创业者可以靠开工厂来带来大笔的钞票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房子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了。现在的工厂也因为利润越来越薄，成为很多企业无法生存的最大原因。尤其是现在发展越来越快，很多东西变化越来越大。如果你还是走重资产、重运营的老路子，那必然会被时代的脚步抛在后头的。那么不走重资产的话，又要怎么做呢？就要从轻资产开始了。这个时代赋予了普通人很多的机会，它模糊了普通人和富人之间的那条线。以前是需要很雄厚的资金才能创业，才能开始做生意，可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即使你没有太多的经验，没有太多的资金，你依然可以从零跨越到富人阶段，赚了一桶金，就是因为轻资产，没有巨大的开销，没有太多的运营费用，随便一台手机或是你脑袋里的一些知识，就足以让你从市场中赚到可观的收入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是重资产的企业，目前面临瓶颈，那么未来的出口绝对是轻资产。而如果你现在刚开始想要创业，从轻资产开始，那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因为第一，资金门槛不高，最容易开始；第二，试错成本很低，即使失败也没什么损失，最多就是浪费一点时间而已。我想要说的并不是说资产它完全不重要，相反的，资产应该是我们投资组合里很重要的一环，是可以带来爆发性收入的地方。
可是呢，在那之前，你需要有现金流给你等到爆发的那一天。就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，前面的10年呢，并没有太大的涨幅，可是到了第11年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拆迁，因此你的资产价值瞬间就翻了几倍。可是在那之前，你是否能够生存下来，就看你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去支撑你的生活。所以现金流决定了你的下限，而资产决定了你的上限。很多人认为工作很重要，工资很重要，每年赚几十万，不停地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，增加现金流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但是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，因为赚到大钱还是必须要靠资产的爆发，不是靠现金流。因为现金流要出现爆发性的增长是极其困难的，而资产的爆发性增长却是极有可能的事情。这就像是滚雪球一样，最开始你推着这个雪球前进，可是到了某一天遇到一个很长的雪坡，雪球一下子就滚大了，变成了时代在拉着你往前走。而要等到这一天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现金流支撑你等到这一天。所以说你处在什么位置就要做什么事儿，在你目前的位置上做合理的资产和现金分配，千万不要完全的投入资产，也不要只持有现金。因为资产的存在是为了保值增值以及抵御风险的，而现金流是为了降低风险，降低你的机会成本，给你带来更多的选择权。好了，如果你从今天的影片中获得一点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给别人，把这个价值分享给你旁边的人，让他也能跟着你一起成长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希望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因为我们这个频道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打开财富思维，打破贫穷思维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看完如果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好，我是建平，拜拜。拜拜。